今天特斯拉绿了，涨了大概 2%。如果你现在打开账户，看到 TSLA 这行数字从红变绿，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终于跌了这么久，是不是抄底的时机到了？但我要先给你一个让很多人不舒服的结论，这个结论放在今天说，比任何其他时间都重要。今天可能是你过去3个月里最容易在特斯拉上做出错误决定的一天，不是因为它跌得不够，而是因为它涨了。这句话听起来是反的，股票涨了，你反而更容易错。但你只要跟我把这期看完，你会明白一件事，今天这个反弹背后藏着一个时间窗口，这个窗口只剩8天，8天之后，所有现在让你觉得可以上车的理由，都要在一份财报里被重新审判一次。而市场今天在定价的不是那份财报，这就是今天最大的错位。我先把方向跟你说清楚，今天这波反弹，你该看的不是特斯拉为什么涨，而是谁在这个时间点买它，谁在这个时间点卖给他们，这个买卖的结构才是这期真正要拆开讲给你听的东西。先说为什么今天市场整体在反弹，美伊之间的紧张情绪最近边际上有所缓和，市场在赌一件事，即便霍尔木兹海峡还封着谈判的门没有完全关死，那么油价就有可能从3位数慢慢回落，通胀压力也就不会再给联储施加新的紧箍咒。这个逻辑本身是对的，所以你今天看到科技股、半导体，甚至一些跌了很久的名字，都在顺着这个情绪修复往上走。那你注意看一个细节，今天的反弹里，半导体在领涨，软件在掉队，大科技七姐妹内部也不是齐步走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今天不是一次无差别的情绪修复，资金在这波反弹里是挑食的，他挑的是那些基本面没有真正破掉，只是被地缘情绪错杀过的东西。那么问题就来了，特斯拉你觉得它属于哪一类？这里你必须停一下，认真想一想，因为你接下来做的所有判断都建立在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如果你把 TSLA 和英伟达、美光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看，你会自动得出一个结论，它们都属于高弹性科技股，市场情绪好了，你就该把它们一起买回来。但这个结论可能就是今天最大的陷阱。我直接说，英伟达和美光今天能涨，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一条没被打断的需求主线。英伟达上个季度收入同比涨了超过70%， Blackwell 的订单没有因为地缘问题被取消，数据中心的资本开支在云厂商那边还在往上加，美光的 HBM 产能是被市场抢着定的，这些东西市场今天给他们反弹空间是有道理的。但特斯拉不是这种情况，你看特斯拉今年到目前为止，它的股价已经跌进了熊市区间，年内跌幅在 20% 上下。这不是1天2天的情绪问题，这是一个你在过去几个月里亲眼看着它一段一段往下走的重新定价的过程。而这个重新定价不是因为地缘，是因为公司本身出了问题。公司本身出了什么问题？我用一个数字告诉你，你听完你自己判断。今年第1季度，特斯拉生产了40.8万辆车，但只交付了35.8万辆，中间差了整整5万辆，这是这家公司近几年最宽的产销缺口。你要明白，5万辆车不是一个小数字，你把它乘上一辆车的平均售价，那就是一笔以10亿美元计的压在库存里的钱。这笔钱不在利润表上，它在资产负债表的存货一栏里蹲着，等着被处理。库存这个东西从来不会自己消失，它只会在2种情况下被消化，要么降价，要么减产。这2件事你自己想想，对毛利率都不是好事。所以你今天看到的这根阳线，它可能是在告诉你风险过去了，但真实的账本还没有打开。到这里，我给你一个初步的方向判断。如果你现在拿着特斯拉，或者正打算加仓，那你要在心里把一件事想清楚，你不是在买一只跌多了的科技股，你是在买一份还没开的财报盲盒，这2件事的性质不一样。这个判断我后面还会再修，但你先把它记住。那现在你可能要问我，那为什么今天特斯拉还是能涨？靠的是什么？2个理由，一个是情绪面，全市场一起反弹，它跟着走；另一个是事件驱动，荷兰那边的车辆管理局批准了特斯拉 FSD 在荷兰公路上使用。你要知道，这是整个欧洲第一个放行的国家。这个新闻你乍一听确实算是个催化剂，华尔街有分析师立刻把目标价抬到了500美元出头。但这里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东西，是很多散户不会注意到的，也是你今天听这期最值得停下来想的一段。特斯拉圈子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多头，叫 Gary Black， 他常年看多特斯拉，是这家公司最坚定的粉丝型分析师之一。他怎么评价这次 FSD 在欧洲的批准？他用了一个词，非事件。你品一下这句话，一个常年看多的人，在一个看起来利好的消息出来的时候，亲自站出来告诉你这是非事件，意思是你不应该把它当成估值的拐点。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他知道欧洲 FSD 这件事还带了一个你很容易忽略的附加条件。荷兰监管机构要求驾驶员全程主动监督，换句话说，你在荷兰的高速公路上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你手还是得放在方向盘上，眼睛也不能离开路面。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它只是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被允许进入另一个市场而已。这种级别的消息，如果你拿来称估值，是撑不住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如果是一家华尔街机构的分析师，你看到这条新闻，你知道它不会改变下个季度的 EPS， 不会改变未来1年的自由现金流，更不会改变你对 Robotaxi 真正上路时间表的判断。那你会做什么？你会在股价冲高的时候把手里的仓位悄悄减一点，你不会写研报长空，但你会在交易室里默默出货。而你作为一个刷着手机的散户，看到的是 FSD，欧洲通过这条标题看到的是分析师把目标价抬到500，你兴奋了一下，你点开交易软件，你把你原本攒着要等财报的那部分现金换成了特斯拉的股票。你和机构做的是同一天的事，同一个方向的名字，同一根 K 线上，但你们站在交易的两边。如果连多头都觉得这不是转折，那今天追着这个消息冲进去的钱是谁的钱？大概率是你这样的散户的钱。这就要说到一件更让你不舒服的事，定价机制。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很多时候一家公司明明出了你觉得是利好的消息，股价当时也涨了，但你买进去之后，过2天就被套在山顶，你以为是自己运气差，但其实不是。这背后有一个规则，叫做买预期，卖事实。意思是市场早在事实兑现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利好提前交易过一轮了。你看到新闻推送的那一刻，其实是机构开始兑现利润的那一刻，也是你最容易犯错的那一刻。今天的 FSD 欧洲批准就非常符合这个结构。过去半年里，市场已经反复交易过 FSD 要出海了这个预期，所以当它真的落地，聪明的钱反而是在这天减仓的。那谁在买？就是那些刷手机看到推送觉得这下要起飞了的人。这种人进场的时间差就是机构的退出空间。你要知道，散户通常比机构晚好几步，而那几步在特斯拉这种高波动的票上，就是一根 K 线和一次盘后电话会议之间的距离。你入场的那一刻，可能正好是机构挂单出货的那一刻。你看到的好消息，其实是别人兑现利润的出货通知。现在你把2件事拼起来看，一边是一个被多头自己称为非事件的利好，引来了一波情绪资金进场，一边是8天之后就要公布一份已经预告了产销缺口5万辆的财报。你说这2件事放在一起，它像什么？它像一个漏斗，上面进来的是追涨的散户，下面露出的是准备在财报前把筹码换成现金的机构，中间那层膜就是这8天。而4月22号那一天，膜就破了。我给你讲一段类似结构的历史，不是为了吓你，是为了让你看清一个你几乎每年都会在市场上重新遇到的规律。2024年10月，特斯拉开过一场全球关注的活动，叫 We Robot。那次活动上，马斯克展示了 Robotaxi 的原型，场面非常炫。活动之前，市场已经把期待拉满，特斯拉股价也一路走高。你那时候如果在盯盘，你会觉得一切都在按剧本走。然后第2天发生了什么？股价1天之内跌了接近 9%。为什么？因为活动上展示的东西跟市场此前已经交易过的预期之间没有足够大的正向预期差。你提前给的估值已经比你现场看到的东西更值钱。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买预期卖事实。现在你回头看今天 FSD 欧洲批准这个消息的结构和那次 Robotaxi 展示，你仔细对比，是不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已经被市场反复预期过的利好，都是一个在兑现当天有散户情绪接盘的场面，都发生在一个关键节点前面。唯一的区别是，上一次的节点是一场发布会，这一次的节点是一份必须公开的财报。财报不像发布会，它没办法重新剪辑，也没办法第2天再发一个补救帖子。说到这里，我可以给你一个更深的判断了。今天特斯拉的反弹不是它股价的转折点，它是它股价的真空期。什么叫真空期？就是坏消息已经预告完了，新消息还没落地，这中间的几天，市场可以随便讲故事。你今天听到的所有 FSD 拓展、欧洲小型 SUV 要立项、马斯克回来聚焦公司，都是这个真空期里的填充物。真空期结束的方式只有一种财报出来。所以当你在今天决定要不要抄的时候，你真正要问自己的问题不是价格，而是我有没有能力在这个真空期结束之前就把我今天的决定反过来。如果你没这个能力，那你今天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在赌这份财报会超预期。而一份产销缺口5万辆的财报要超预期，它得同时做到2件事，要么降价没你想象的狠，要么需求比你想象的强。这2件事
目前没有任何前瞻指标在支持它。你去看特斯拉在欧洲和中国的周度上险数据，你去看美国经销渠道的库存天数，你去看二手特斯拉的拍卖成交价，这些都是先行指标。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在告诉你需求在重新加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更不舒服的事，特斯拉过去之所以能享受远高于普通车企的估值，是因为市场把它当成一家科技加自动驾驶加机器人加能源的综合体，它的倍数是科技股倍数，不是汽车股倍数。但现在华尔街内部已经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估值框架了。你看两个极端 ，UBS 这周刚把它从卖出升到中性，目标价$352，这个数字几乎就是它现在的股价。换句话说，即便是生平级，在他们眼里你买进去也没什么上涨空间。另一边是摩根大通，你知道他们给的目标价是多少吗？$145，$145这个数字意味着他们已经不是在用科技股给它估值，他们是在用传统车企给它估值。这两个数字之间差了2倍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华尔街内部对这家公司到底是什么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已经没有共识了。当一家公司的估值框架出现分歧，股价的波动会比平时更剧烈，而且方向更难预测。因为你不是在压利空还是利多，你是在压市场最后会选哪一套框架。你赌的不是这家公司好不好，而是全世界的机构投资人最后愿意给他贴哪一张标签。这种时候抄底就不是看价格便宜不便宜的问题了，是看你赌的是哪一套估值体系。这里还有一个你必须知道的背景，今年以来大科技七姐妹内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齐步走，有数据口径显示他们彼此之间的相关性在快速下降。这种事情在过去几年里几乎没有发生过。这个变化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是市场开始对每一家公司单独审题了。过去你买一只七姐妹相当于买了一篮子，现在你买一只七姐妹你就是在买它一家。 TSLA 在这个新结构里是最容易被单独拎出来定价的那一个。好，现在我给你完整的分人群的最终判断。先说已经拿着特斯拉的你现在最不该做的一件事，是因为今天这根阳线就把心放下来。我直接说，你现在持有的不是一家正在走出低谷的公司，而是一家正在等财报决定命运的公司。你可以不卖，但你要在4月22号之前想清楚一个问题：如果那天一个盘后跌10%，你会不会后悔今天没减一点仓？如果答案是会，那现在就该动手，哪怕只动一小部分。再说正在想抄底还没买的你现在真正要做的不是问它跌够了没有，而是等一个更干净的入场点。那个点不是今天这根情绪线，那个点是4月22号财报之后，等市场把真实的产销、毛利、指引全部消化完，价格出现第二次探底或者明确企稳的那一刻。这一刻可能比你想象的更低，也可能根本不出现。但你如果现在抢跑，最坏的情况是你在真空期的顶部买进去，在财报后的真空真的破掉时被迫卖出。那种亏损不是简单的亏钱，是那种你明明知道自己不该动却还是动了的心理消耗。这种消耗比亏钱更伤你接下来的判断力。再说做短线追事件的你，今天这波 FSD 欧洲的消息面，如果你是分钟级别的短线，其实已经交易完了，它的生命周期非常短。真正值得你盯的下一个事件窗口是4月22号盘后，在那之前不建议你重仓新建多头。如果你要做严格止损，把仓位放在今天的振幅之外。最后说，手里有期权或者做系统化交易的你比前面几类人多一个工具波动率。你要注意的是，财报前2天隐含波动率通常会被拉得非常高，这时候你单纯买方向性期权的成本会很贵。更合理的做法是用价差结构去限制最大亏损，把方向性观点和波动率观点分开来压。至于方向性观点本身，我不给你具体数字，我只告诉你一个先行指标。你要紧盯的是财报前2周特斯拉各大平台的周度订单数据和华尔街分析师在这2周里对2季度指引的修正方向。如果这2个指标同时恶化，那么哪怕股价今天再涨一根阳线，它的下一个方向也是下。你今天听完这期，心里可能还是会有一个疑问：3元，万一它就是反弹起来了呢？我给你的答案是这样的：如果它真的反弹起来了，那说明我判断错了，但我错了的代价是你少赚了一段上涨。而如果你今天因为一个被多头自己都称为非事件的消息就冲进去，在8天之后的财报前不设防，那万一我对了，你付出的代价是一段可能需要你花几个月才能回本的亏损。这2种错误不是一个量级的。承认一段没参与的上涨，比承认一段被套的下跌对你来说容易得多。留给你的问题是，当一家公司的估值框架本身都出现分歧的时候，你相信的那一套到底是基于你对它未来的判断，还是基于你已经持有它这件事本身所带来的情绪？我是3元，我们下期见。